我帮发小打理机场，2年纯赚300万。到了年底分红这天，他当场直甩给我8万现金，还当着全村老少的面说：“这8万已经够多了，没有我给你搭场地、投本钱，你连一口饭都吃不上，别不知好歹。”我既没吵也没闹，默默收下那8万块，转头包下村后那片荒废10年的荒山散养地。全村人都说我脑子进水了，铁定要赔钱亏到底。发小更是抱着胳膊，满脸嘲讽：“那片荒坡连虫子没几只，还想养鸡？你就是拿着钱往山沟里扔，纯属白费功夫。”谁也没想到，8个月后，我养出来的高品质生态跑山鸡直接直供城里高端私房菜馆，生鲜精品供应链，一只精品跑山鸡的利润直接顶他整棚速成鸡的收入。而发小那边没了我的养殖技术，鸡棚接连爆发病害，大批量死鸡。1年后，他跪在我新开的生态养鸡合作社门口，哭着求我拉他一把。我居高临下淡淡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句话：“当初你打发我8万块的时候，我可一滴眼泪都没掉过。”3年前，我在海事农产研究所工作，发小张大志打来电话：“墨子，你有技术，我有机场，赚了钱咱们利润55。”就是这句话，我辞了研究所的铁饭碗，2年600多个日夜，我设计机棚、配比饲料，就连前期的销售渠道都是我一手促成的。2年下来，机场纯赚300万，而今天就是分钱的日子。墨子，咱们这2年净赚了300万，咱们哥俩终于发达了，以后再也不用看您的脸色过苦日子了。是啊，咱们终于熬出头了。还记得当初咱们约定好的，不管赚多少，利润55分账，1分都不能少。我的话音刚落，原本还满脸狂喜的张大志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墨子，我知道你这2年也辛苦，但是这机场从一开始就是我投资的，场地的养殖设备是我花钱买的，启动资金也是我东拼西凑凑来的。你当初只是出了点养殖技术而已，而且这2年外面的销售都是我跑的，所以我觉得咱们不能再5分账了。大志，你说这话良心过得去吗？要是没有我的技术，你的鸡早就死光了，你能有今天的成绩吗？我知道你有技术，但是技术能值几个钱？能当饭吃吗？场地是我的，资金是我的，所有的风险都是我承担的。万一机场亏了，赔的是我的钱，你能损失什么？说白了，你就是帮我打工而已。打工？张大志，你再说一遍！此一时彼一时，你要是不满意可以走，少了你，我照样能把机场做好。看着张大志那张狰狞的面孔，我心彻底凉了。好，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认了。看在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你也不亏待你。这里有8万块钱，就当是给你的工资了。我低头看了看地上的塑料袋，心里一阵刺痛。周围干活的村民和机场的工人听到我们的争吵，都纷纷围了过来，窃窃私语：都看什么看？你看什么？赶紧回去干活，耽误了工期，扣你们工资。张大志，今日之事，我记下了。说完，我转身就走。傍晚，我朝着村支书家里走去。当村支书李大爷知道我要包下后山的整片荒山养鸡时，顿时惊了。墨子，你别犯傻啊！是不是还在跟张大志置气？那片荒山是什么地方啊？你不清楚吗？荒废了整整10年，连野草都长不旺，你怎么能在那里养鸡呀？李大爷，您别看那片荒山荒凉，其实它有不少好处，适合养生态跑山鸡。你这孩子怎么就是不听劝呢？我知道张大志那小子对不起你，可你也不能拿自己钱开玩笑啊。李大爷，我心意已决。哎，真是执迷不悟啊！算了算了，我也劝不动你。山上条件苦，要是遇到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大爷能帮的一定帮你。谢谢李大爷，您放心，真有困难，我一定找您。告别了李大爷，我朝着荒山走去。我要包下荒山养鸡的事情，很快就传遍整个村子。刚走到荒山脚下，就看到几个村民围在一块大石头旁闲聊。他们看到我过来，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哟，这不是林默吗？拿着你那8万块巨款来这荒上发呆呀？我看你是被张大志气疯了吧？这荒山能养鸡？我看你就是想钱疯了。就是啊，林默，你赶紧醒醒吧！你就只有这8万块钱，全部投进去，肯定打水漂。到时候你就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看你怎么办？我看他就是不甘心，想和张大志赌气呢。还是赶紧醒醒，别再瞎折腾了，到时候赔得一无所有，哭都没地方哭。就是，你要是能在荒山上养鸡成功，我就把山上的石头都吃了。
到时候我还亲自给你放鞭炮。我没有再理会他们的嘲讽，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转身就走进了荒山里。我一边走一边仔细查看荒山的地形，在脑海里规划着鸡棚的位置、觅食区的划分。第二天下午，我径直走到村支书李大爷家。李大爷看着我坚定的眼神，没多劝，只是反复叮嘱有困难就找他。看着协议上自己的名字，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一半。从那天起，天刚蒙蒙亮，我就背着工具扛着木材往荒山上赶，直到夕阳西下，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这样连轴转了快1个星期，鸡棚的框架总算有了个雏形。这天午后，我正蹲在地上干活，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汽车轰鸣声传来。我抬头望去，只见张大志开着他那辆崭新的面包车，带着几个机场工人。林木，你这是在忙啥呢？哦呦，这是在搭建鸡棚啊！我当你拿着那8万块钱跑到城里享清福去呢，没想到你竟然跑这鸟不拉屎的荒山上，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破事儿，真是笑死人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我面前的鸡棚框架，旁边的工人也跟着哄笑起来，一个个眼神里全是嘲讽。老板，您快看他，真是傻得可怜，拿着8万块钱跑到这荒山上养鸡，这荒山连草都长不好，还想养鸡？我看他用不了多久，这8万块钱就得全部赔光，到时候说不定还得哭着求着您收留他呢。就是啊，老板，您说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咱们机场那么好的条件，他当初飞再好了，跑到这荒山上遭罪，真是自讨苦吃。林默，我劝你还是别瞎折腾了。要是你实在走投无路，还是回我机场。看在咱们以前的份上，我还能给你一口饭吃，每个月给你开点工资，总比你在这荒山上瞎忙活强。怎么样？不用了，你还是管好你自己的机场吧，别哪天自己的机场出了问题，还来笑话别人。管好我自己的机场。林默，你有资格说这种话吗？我告诉你，自从你走了以后，我机场的订单都排到下个月了，我早就不需要你了。就是，林默，你就别硬撑了，老板好心劝你，你还不领情，真是不知好歹。到时候你赔光了钱，可别来哭鼻子。那咱们拭目以待。说完这句话，我便不再理会他们。张大志见我不理不睬，他死死地瞪着我的背影。好得很，林默，有种！我倒要看看你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咱们走着瞧，我就不信你能在这荒山上翻出什么浪花。走，别在这浪费时间，跟这种傻子耗着，掉价。说完，张大志就带着几个工人怒气冲冲地回到了车上。车子发动的时候，他还故意狠狠地踩了一脚油门，扬起一阵漫天的尘土，溅得我满身都是灰尘。我停下手里的活，缓缓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张大志，你等着，我要让你知道，我从来都不是任人嘲笑的傻子。我重新拿起锤子，继续埋头搭建鸡棚。日子一天天的过去，鸡苗的长势越来越好，可荒山脚下的闲言碎语也从未停止。山脚下几个村民围在一起，手指着山上的鸡棚议论着。你看他，非要来这荒山上养鸡，我看啊，就是异想天开，可不是嘛？你们说他这鸡养的再好，能卖出去吗？这荒山野岭的，谁知道他养的是什么鸡？就算是生态的，也没人愿意来买啊，纯属瞎忙活。我正蹲在鸡棚边，听到山脚下的议论声。就在这时，李大爷背着一个竹筐，手里还拿着几个刚从家里摘的西红柿。墨子，忙着呢。李大爷，您怎么来了？山路不好走，您慢点，别摔着。墨子，你这孩子是真能干。你看你养的这些鸡苗，一个精神头十足，比张大志家的鸡苗看着壮实多了，看得出来你是真用心了。大爷，我就是想着，既然要养鸡，就一定要养好，不能敷衍了事。这些鸡苗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饲料也是我自己配的，没有添加合成加剂，就是想养出真正的生态土鸡。我知道你用心，也知道你有想法，可话说回来，你这鸡养得再好，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啊。大爷，您说的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不是你做的不好，是销路的问题。你想啊，你这鸡养在荒山上，虽然是生态养殖品质好，但知道的人太少了。咱们村里的人大多自己养鸡，不会买你的。城里的人又不知道你这鸡的情况，就算你说品质好，人家也未必相信。大爷，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是担心我这鸡卖不出去，对不对？是啊，我就是怕这个。大爷，您放心，这个问题我早就想到了。你有什么办法？快跟大爷说说，别藏着掖着。要是有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大爷，我在城里打工的时候，认识一些做餐饮的朋友，还有几家高端私房菜馆的老板。
我已经联系过他们了，把我这土鸡的养殖情况、饲料配方都跟他们说了，还拍了鸡棚和鸡苗的照片、视频发给他们看。他们说，现在城里的人都追求健康、原生态的食材，我这种生态养殖的土鸡正是他们需要的。他们还跟我说，等我的鸡养到差不多出栏的时候，就亲自过来考察，看看鸡的生长环境、肉质情况。要是符合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以后我的鸡，他们包销一部分。除此之外，我还联系了城里的几家生鲜供应链，他们也表示愿意过来考察，要是合适，也会帮我销售土鸡和土鸡蛋。我还打算等鸡出栏的时候，拍一些养殖过程的短视频发到网上，让更多人知道我这荒山生态土鸡慢慢打开销路。好，有办法就好。我就怕你顾着养鸡忘了销路的事儿，现在听着我放心。你这孩子，你这么一说，果然你想法有本事，比张大志强多了。来，墨子，这是大爷家里种的西红柿，新鲜的很，你拿着吃，补充营养。我就不扰你忙活了，我先下山了，有什么事儿随叫我。大爷，我送您下山吧，山路不好走，我扶着您。不用，我自己能行，你忙着吧。照顾好鸡苗要紧。李大爷慢悠悠地走下山道，我深吸一口气，转过身，重新蹲在鸡棚边，继续给鸡苗添加饲料。8个月的时光，第一批生态跑山鸡已然养得膘肥体壮。我深吸一口气，拿出手机，按照约定邀请他们前来考察。几天后，2辆轿车缓缓驶进村子，停在山脚的养鸡场门口。赵总、李经理，辛苦各位专程跑一趟，快请进，我带你们看看我的鸡群。林先生客气了，早就听说你在荒山上搞生态养殖，特意过来见识见识。咱们先去看看鸡的品相，再尝尝味道。毕竟我们私房菜最看重的就是食材品质。没错，林先生，我们供应链对接的都是各大精品超市，对食材的安全和情品质要求极高。一会儿我们的检测人员也会现场取样，看看鸡的各项指标是否达标。我笑着点头，领着众人走到围栏边。赵总俯身打量着，伸手隔着围栏拨弄了一下一只鸡的羽毛。不错，你看这羽毛油亮有光泽，一看就是散养的，不是那种笼养鸡能比的。而且这鸡的活力一看就很健康。李经理，我们现在取样吧，检测一下鸡肉的营养成分和是否有添加剂、抗生素残留。好，尽快检测，我们也好放心。林先生，麻烦你选一只鸡，现场宰杀烹饪，我们也好直观感受一下口感。没问题，各位稍等，我这就去安排。我转身走进旁边的临时厨房，挑选了一只体型适中的跑山鸡。赵总带来的厨师主动上前接过鸡肉，用最简单的清炖做法。不一会儿，厨房里就飘出了浓郁的鸡肉香味。清炖鸡肉的香味越来越浓，引得众人频频侧目。厨师将炖好的鸡肉端上桌，赵总率先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鸡肉放进嘴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太香了！这鸡肉质紧实有弹性，不柴不腻，还带着一股淡淡的青草香，没有一点腥味，品质绝对是顶级的。林先生，你这鸡养得太好了。赵总说的对，从业这么多年，我很少吃到这么鲜美的鸡肉。原生态养殖果然名不虚传，用来做我们私房菜的招牌菜，绝对能吸引更多顾客。李经理也连忙夹起一块品尝，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时，检测人员拿着检测报告走了过来。李经理，检测结果出来了，鸡肉的蛋白质含量远超普通鸡肉，没有检测出任何添加剂和抗生素残留，各项指标都符合精品食材的标准，甚至优于我们的预期。太好了，林先生，你的跑山鸡完全符合我们的采购标准。我直说了吧，我们愿意以45块钱1斤的价格收购你的鸡，只要你能保证供应量和品质稳定，我们就签订长期供货合同，把你的鸡送到各大精品超市和社区便利店，让更多人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生态跑山鸡。林先生，我比李经理高5块，我们愿意以50块钱1斤的价格收购。我们高端私房菜不缺客源，就缺你这样的好食材。只要你能优先保证我们的供货量，长期合作，价格方面后续还能再商量。谢谢赵总，谢谢李经理，太感谢你们的认可了。你们放心，我一定会严格保证鸡的品质和供应量。好，爽快！我就喜欢林先生这样实在的人。现在就可以签订合同，我们回去后就安排第一批采购，先订500只，后续根据销量再增加。我们也一样，先订800只，后续长期稳定供货。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我快步拿来提前准备好的合同，几人仔细核对条款，确认无误后，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看着手中的长期供货合同，我悬了8个月的心终于彻底放下了。就这样，我顺利找到了靠谱的销售渠道，而且让我净赚了30多万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村民们得知后都惊呆了。村子里的晒谷场上，几个村民围在一起议论纷纷，之前嘲讽过我的人，此刻都变了脸色。我的天，墨子这小子真的成功了，养个鸡居然净赚30多万，这比咱们种1年地赚的还多啊！
可不是嘛！当初我还嘲讽他，说他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跑到荒山上养鸡，简直脑子进水了。现在想想，真是太打脸了。谁能想到啊，那荒山野岭的，居然能养出这么值钱的鸡。墨子这孩子真是有眼光，有本事。这时，王婶脸上带着谄媚的笑容，径直走向我家，远远就喊了起来：“墨子，墨子在家吗？”我刚从养鸡场回来，听到王婶的声音，连忙打开门。王婶快步走进院子，后面还跟着几个村民。墨子，你真是太厉害了！没想到你真在荒山上养鸡成功了，还赚上这么多钱，真是给咱们村子长脸啊！王婶，您过奖了，就是运气好。什么运气好啊？这都是你有本事、有眼光。墨子，你看我能不能跟着你一起养鸡啊？我家里闲人多，有的是力气。我保证，我一定好好干，绝不偷懒。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绝对听你的安排。就是啊，墨子，我们也想跟着你一起养鸡。之前是我们不对，不该嘲讽你。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计较，就带带我们吧。对，墨子，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养，我不怎么养，绝不擅自做主。只要弄钱，再苦再累，我们都愿意。是啊，墨子，你就可怜开我们吧，咱们都是一个村子，有福一起享。你养鸡成功了，也带带我们这些老乡亲，让我们也能多赚点钱。各位乡亲，想要跟着我养鸡，我不反对，毕竟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能一起赚钱。但是我有个硬性要求，必须严格按照我的技术和标准来养，一点都不能马虎。没问题，没问题，我们都听你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话还没说完，大家听清楚了。第一，喂养的草料必须是天然的，不能用合成饲料。第二，绝对不能喂添加剂和抗形素，哪怕鸡生病，也要用我教的原生态方法治疗，保证鸡的品质。第三，鸡的养殖环境要保持净卫生，不期偷工减料。要是谁违反了这3条中的任何检条，立马走人，而且之前的投入我概不负责。墨子，你放心，我们绝对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来，绝不偷工减料，绝不喂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定保证鸡的品质，不给你添麻烦。对，我们都记住了，绝对不违反你的要求，你就放心带我们干吧。是啊，墨子，只要能赚钱，我们一定好好配合你，绝不拖后腿。好，既然大家都答应了，那我就先给大家培训一下养殖技术。等大家掌握了方法，我就帮大家联系鸡苗和草料，咱们一起把生态养鸡做得更大。村民们的欢呼和喜悦很快传到了张大志的耳朵里，张大志彻底慌了，他蹲在鸡舍门口，眉头紧锁，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不可能，这不可能！林默那个小子怎么可能成功？凭什么能养出这么值钱的鸡？凭什么能赚这么多钱？”老板，不好了，又有一批鸡出现了拉稀的情况，而且死亡率越来越高。我们之前用的药根本不管用啊！还有，之前联系的几个收购商，听说我们的鸡品质不行，都不愿意收购了。现在鸡场里的鸡根本卖不去，废物，都是废物，连几只鸡都养不好。我当初花了那么多钱建鸡场买鸡苗，现在居然变成这样。林默走了后，你们到底是怎么干活的？老板，我们都是按照你说做的，用最便宜的饲料，按时喂药。可是不知道鸡就是老出问题。之前林默在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别提他，我不想听到他的名字。都是他害我变成这样。如果不是他走了，我的鸡场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老板，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鸡场里的鸡越来越，要是再卖不出去，损失就更大了，而且我们的资金也快周转不开了。张大志瘫坐在地上，双手抓着头发。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都完了，一切都完了。深秋的午后，我正对着电脑处理工作，门被猛地推开。我抬头一看，是张大志。才几个月不见，他像是变了个人。张大志一进门，脚步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他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我。墨子，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忘恩负义，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求你了，帮我，救救我的鸡场！经销商又催着要货，银行贷也到期了。要是我的鸡场黄了，我就彻底完了。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看着他抓着我胳膊的手直接挣开，身体往后靠在椅背上，双手抱在胸前，眼神冰冷地看着他。张大志，当初是你自己选择背叛我，是你自己亲手把我们10几年的情谊当成一文不值的垃圾。现在你的鸡场出了问题，资金链断了，鸡也死得差不多了，你就想起我了，就来找我帮忙。张大志被我说的脸色惨白，他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抬起头。我知道，
我对不起你，我知道我错的离谱，错的要。我那时候鬼迷心窍，被钱冲昏了脑头，才会说出那些伤人的话，才会做出背叛你的事儿。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这一次。听到这，我忍不住笑了。张大志，自从你把那8万块钱扔我面前，我们之间就再也回不去了。你的机场是你自己搞垮的，你自己负责，我不会帮你，也没有义务帮你。莫泽，你不能这样对我。你现在成功了，开了自己的公司，赚得盆满，就不管满，你太绝情了。你忘了我们以前的兄弟情分了吗？绝情？张大志，是你先不起我，是你先放弃了我们的情谊，是你先把我们10几年的兄弟情当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所以你现在的下场都是你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更怨不得我。我错了，莫子，我真的错了，就不能没有机场，我不能让我的人跟着我受苦。我看着他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样子，心里毫无波澜。你我之间早就恩断义绝了。说完，我迈开脚步，渐渐远去，只留下办公室里张大志绝望的哭喊，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久久没有散去。春去秋来，我的跑山机场愈发红火，这让张大志跟周边几个机场的老板们满心怨气。这一天，周边3个机场的老板悄悄聚到了张大志家的小院里。张老板，你说说这个林默，他是不是太过分了？咱们都是在这地界养了10几年鸡的老户，凭什么他刚过来没2年就能把生意做得这么红火？他那机场现在比咱们加起来都大，订单排到了下个月。反观咱们每天守着空荡荡的鸡舍，连个问价的人都没有，他这是把咱们的生意全抢光啊！王老板，你说的太对了，我家那鸡场上个月就亏了好几万，出栏的肉鸡根本卖不出去，堆在冷库里都快坏了。你再看林默养的那些跑山鸡，价格比我们的肉鸡贵1倍还多，可人家就是受欢迎，城里的饭店、超市都抢着要，甚至还有人专门开车过来上门采购。再这样下去，咱们这几家机场迟早得黄，到时候咱们一家人喝西北风去啊！你们别光抱怨，我比你们更恨他。你们知道吗？当初又不是我，他林默还在外面打工，连饭都吃不饱。是我拉下脸3番5次城里求他回来，求他帮我打理机场，我把家里的积蓄都拿场做来。结果呢，他倒好，学了我的技术，摸清了市场，转口就自己开了机场，还抢了我的客户，把我的机场搞得一落千丈。我现在欠了一屁股债，连房子都快抵押出去了。张老板，您说的是，这个林默就是个眼眼狼，忘恩负义东西。您当初对他那么好，却反过来咬您一口，这种人就不配在咱们这地界立足。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得意，看着咱们自己破产。是啊，张老板，王老板说的对，咱们得想个办法搞垮他的机场，让他也尝尝一无所有的滋味，让他知道咱们地界的生意不是一个外来人能随便抢的。你们别急，林默那机场我去过几次，管理的确实严格，门口有人看守，进出都要消毒，鸡舍里每天都有人打扫，病害防控做得滴水不漏。想要从明面上搞垮他，确实不容易。赵老板说的对，我也观察过很久了，他的机场饲料都是专制的，也是过滤过的，甚至连鸡舍的温度、湿度都控制得刚好。想要挑出毛病，难如登天。我之前也想过找些麻烦，可每次就被他的人挡了回来，根本进不了机场的大门。那也不能就这么认输啊！难道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咱们逼上绝路？不行，必须想个办法，哪怕是来阴的，也得把他搞垮。王老板，你别激动，咱们慢慢想，明的不行，咱们就来暗的。他林默再谨慎，也总有疏忽的时候。咱们只要找到他的弱点，一激情让他的机场彻底垮掉。你们有没有想过，机场最怕什么？最怕的就是病瘟啊！只要他的鸡群爆发病瘟，大批量死亡，订单肯定会全部取消。到时候他不仅血本无归，还要赔偿客户的损失，他的机场自然就垮了。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病瘟这可是机场的死穴，赵可是太聪明了。只要让他的鸡群爆发病瘟，他就彻底完了。没错没错，咱们村以前就有机场因为病瘟倒闭的，一旦爆发，根本控制几天，整个机场的鸡就全死光了，到时候林默哭都来不及。赵老板，你说的这个办法好是好，可咱们怎么才能让他的鸡群爆发病瘟？他的机场防控那么严格，咱们根本进不去，怎么把病毒带进去？这还不简单，咱们不用进去，只要偷偷摸摸的把带有病害的鸡粪或者带有病毒的饲料送到他的机场周边，甚至偷偷撒到他的鸡舍通风口，
或者混进他的饲料仓库里。只要有一只鸡感染，用不了几天，整个鸡群就都会被传染。我认识一个人，专门是个人病死家禽处理的。你可以探探里弄掉带有禽流感病的鸡料，还有一些被病毒污染的饲料。咱们趁着深夜没人的时候，偷偷送到您的鸡场，神不知鬼不觉。就算他到时候鬼查时候到，也查不到咱们头上。好，这个办法太好了，神不知鬼觉，就算林默怀疑，也没有证据。只要他的鸡场发生了病瘟，他就彻底完了。到时候咱们的生意就能恢复原样，甚至比以前更好。对，就这么办。咱们分工合作，赵宝泽弄来带病毒的鸡粪和饲料，我负责打看林默鸡场的作息时间，看看什么时候没人看守。王老板和张老板负责半夜送过去，这样一来，肯定能成功。好，这么办，一起动手，一定要搞垮张默的鸡场，让他付出代偿，让他知道背叛我张大志、抢我生意的下场。夜色越来越浓，小院里的灯光摇曳，几个人的身影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狰狞，眼神里满是贪婪和怨毒。来，咱们干一杯，祝咱们马到成功，早日搞垮林默的鸡场，重振咱们的生意。干！林默，你欠我的一定会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我跟你们说，这件事一定要保密，绝对不能任何人知道，尤其是村里的人。要是被林默知道了，咱们就全完了。放心吧，王老板，我肯定守口如瓶，就连我家里人，我都不会透露一个字。我这边也没问题，弄鸡粪料的事儿我会偷偷去办，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保证没人能查到咱们头上。大家都记住，这件事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了，要么成功搞垮林默，要么咱们自己身败名裂。所以每个人都要用心，不能出一点差错。张大志看着三人，脸上露出一抹狠笑。明天晚上咱们就行动。赵老板，明天把东西准备好。李成，你打探好林默鸡场的看守时间。王磊，你跟我一起负责送东西过去，咱们一定要一举成功，让林默万劫不复。没问题，张老板，明天晚上我一定准时到，保证把东西送到地方，不留下一点痕迹。我今天晚上就去打探，肯定能摸清林默鸡场的作息，保证不让咱们白跑一趟。放心，东西我明天一定准备好，都是传染性最强的病毒，只要撒天进，他的鸡群肯定会爆发病瘟。夜晚，张大志几人便鬼鬼祟祟地摸向我的鸡场，他们自以为计划周密，却不知我早已看透了他们的心思。早在半个月前，我就悄悄在鸡场的各个角落安装了高清监控摄像头。天刚蒙蒙亮，我像往常一样刚推开鸡棚的木门，一股异样的腥臭味就扑面而来。我眉头猛地一皱，转身快步走向监控室，手指熟练地打开监控回放。画面里张大志和几个鸡场老板鬼鬼祟祟的身影赫然出现。看着这一切，我的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冷笑，眼底没有丝毫意外。果然是你们，看来我还是太客气了。我没有立刻声张，我知道现在不是打草惊蛇的时候。随后我对整个鸡场进行全面消毒，把所有可能存在的危害全都扼杀在了摇篮里。3天后，张大志带着2个鸡场老板大摇大摆地来到我鸡场附近，可当他们趴在围墙上看了半天，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们瞬间僵住。怎么回事？咱们明明已经把带有病毒的鸡粪饲料全撒到他的鸡场里了，用量也足够大，怎么他的鸡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不可能啊！是啊，张老板，我也觉得奇怪。按理说，那种病毒传染性极强，只要鸡吃了一点点，不出2天就会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用不了3天就会爆发病瘟。怎么林默的鸡还这么健康？难道是我们买的病毒有问题？不可能是病毒的问题，我特意托人从外地买的，专门用来搞垮鸡场的。之前在别的地方试过，一用一个准。会不会是我们撒的时候被人发现了？他提前处理了。胡说什么？我们那天晚上做的那么隐蔽，3更半夜的，周围连个人影都没有，怎么可能被发现？再说了，林默那个小子平时除了打理鸡场就没什么别的心思，怎么可能提前察觉？肯定是哪里出了纰漏，再仔细看看。就在这时，我背着双手慢悠悠地从鸡棚里走了出来，径直走到他们面前。张老板，王老板，你怎么来了？这么闲吗？是不是特意看我的笑话啊？张大志等人被突然出现的我吓了一跳。张大志强装镇定，脸上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林默，你说什么呢？我们就是路过，顺便过来看看你，看看你的鸡场怎么样了。路过？这么巧？我记得你们的鸡场离我这儿可不近，怎么会偏偏路过这里？再说了，看你们这架势，可不像是路过，倒像是特意来等着看我出丑。
可惜啊，让你们失望了。林墨，你什么意思啊？你故意的？我什么意思？张大志，你还好意思问我什么意思？你们自己看看，这是什么？你们偷偷摸摸潜入我的机场，撒带有病毒的鸡粪和饲料，故意想让我的机场爆发病瘟。你们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道你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我的监控摄像头拍了下来。你们的丑恶嘴脸全都被记录得明明白。张大志和几个机场老板盯着手机屏幕上的画面，脸色越来越白。完了，全完了！林墨，我们真的错了，我们不该一时糊涂，被嫉妒冲昏了脑，做出这样的事儿。求你原谅我们吧，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打你的机场的主意了。是啊，林墨，求你原谅我们这一次吧，我们也是一时鬼迷心窍，看着你的机场做得越来越好，心里嫉妒，才做出这样的傻事儿。我们知道错了，真的错了。原谅你们，你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故意损坏他人财产，情节恶劣。你们以为一句对不起，一句我错了，一句原谅就能解决问题吗？林墨，我求你报警，别把我们告上法庭，我们给你赔钱，我们给你赔很多钱，多少都行，只要你别报警。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背叛你，不该忘恩负义，该联合他们害你的机场。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以后一定痛改前非，再也不做这样的事儿了。机会，张大志，你还好意思跟要机会？当初你背叛我的时候，你给过我机会吗？当初你拿着8万块钱扔在我面前，嘲讽我、羞辱我，你给过我机会吗？我一把甩开张大志的手，语气里满是怒火。你和他们都是咎由自取，你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没有人可以随意毁掉别人的心血，也没有人可以凭借嫉妒为所欲为。说完，我拿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电话接通后，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警察。警察同志，我要报警，有人故意损坏我的财产，在我的机场里撒放带有病毒的鸡粪和饲料，想搞垮我的机场。我有监控录像和实物证据，麻烦你们过来一趟。挂了电话，我站在原地，眼神平静地看着张大志等人。王老板瘫坐在地上，不停地扇着自己的耳光，嘴里念叨着：“我真傻，我真傻的，完了，要坐牢了，我的机场也完了。”没过多久，几辆警车呼啸而至。警察同志下车后，我主动上前把证据一一交给了警察。很快，警察就将张大志和几个机场老板带上了警车，呼啸着离开了机场。终究还是结束了。几天后，法院正式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上，我提交了完整的证据。经过法院的调查取证，证据确凿，张大志等人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损坏他人财产罪，且情节恶劣，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最终法院作出判决，判处张大志有期徒刑3年，判处王磊和李成还有赵强有期徒刑2年6个月，同时责令4人共同赔偿我的经济损失共计15万元。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经历了这件事，我的机场也越来越红火，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土鸡养殖基地。几天后，几辆公务车缓缓驶入机场，县委书记李建国带领几名分管农业的领导径直走向机场核心养殖区。我早已在门口等候。林墨同志，久仰大名啊！早就听说咱们村里出了个年轻有为的创业能手，今天亲自过来看看，果然名不虚传。李书记，各位领导，欢迎你们来考察指导。李书记，林墨这孩子是真能干，放弃了海事农产研究所的铁饭碗，回村创业不说，咱们村现在人均收入一起治年翻1倍还多呢。不错不错，你这鸡舍管理的很规范啊，通风消毒设施都很齐全，这些土鸡看起来也精神得很，和那些笼养鸡完全不一样。李书记，我采用的是生态散养模式，鸡群全程吃的是玉米、豆把和天然青草，不添加任何激素和违禁药品，而且每个鸡舍都配备了自动通风和消毒设备，每天定时清理粪便，既能保证鸡肉的品便，也能减少污染。林墨，你这鸡蛋品质也很好啊，现在市场上这种生态鸡蛋的可受欢迎了吧？王副县长，我们的鸡蛋和鸡肉都是订单式销售，现在已经和市区好几家大型超市、餐厅签了长期合作协议，根本不愁卖，而且价格比普通鸡蛋、鸡肉高出3成，大家还抢着买。林墨，你做得非常好，你不仅自己创业成功，摆脱了困境，还不忘带边的村民一起致富，为咱们县的乡村振兴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林过奖了，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我学的就是畜禽养殖技术，能把自己的专业用在实处，帮助村民们过上好日子，我就很满足了。不，
这不是简单的该做的事情，这是有担当、有情怀的表现。今天把你的机场定为县级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后续会给你一笔提供比专项扶持资金，还会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帮你扩大养殖规模，完善配套设施。谢谢李书记，谢谢各位领导，我真的太感谢你们了。我们相信你有这个能力。我们的目标是帮你把机场打成市级、省级的养殖示范基地，让你的养殖技术走出咱们村，走出咱们县。几天后，电视台的采访车驶入机场，几名记者扛着摄像机，拿着话筒围着我，镜头对准了机场的各个角落，记录着生态养殖的点点滴滴。林先生，您好，我们是县电视台的记者，听说您放弃了海事农产研究所的铁饭碗，回到村里帮发小打理机场，对，这还自己创业成功，带动了全村致富。能不能和我们说说，当初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谢谢大家的关注。我和我的发小张大志从小情谊特别深厚。当初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的机场遇到了麻烦，资金短缺，技术不足，眼看就要倒闭了，希望我能回来帮他一把。而且我大学学的就是畜禽养殖专业，在海事农产研究所工作了几年，积累了一些技术和经验。但我一直觉得那些技术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里，应该用在实处，帮助更多需要的人。回到村里，既能帮到我的发小，也能让我的专业有用武在地里，还能为家乡的发展意，何乐不为呢？我们了解到，当初您全心投入到机场的打理中，帮张大志解决了很多难题，可他最后却只给您8万块钱，就想把您打发走，相当于背叛了你们之间的情谊。当时为什么没有和他争吵，反而选择自己在荒山上重新养鸡呢？说实话，当时心里确实很委屈，很生气，但我很快就冷静下来了。我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价值不是靠别人的认可，不是靠人来体现的，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和努力来创造的。林先生，您真的太有格局了。现在您已经创业成功了，机场越做越大，口碑也越来越好，为什么还要把自己辛辛苦苦摸索出来的养殖技术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别人，甚至主动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养殖场？很多人都会觉得技术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应该藏起来才对。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不算真正的成功，带动更多的人一起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我曾经也遇到过很多困难，刚回村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理解我，觉得我放弃铁饭碗回村养鸡是疯了，有人嘲讽我，有人质疑我。后来被张大志背叛，我又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那种无助和绝望的感觉，我至今还记得。所以，我特别能理解那些创业路上遇到困难，那些想致富却找不到方向的人。我希望能用自己的技术，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养殖场走出困境，帮助那些想创业的人少走弯路，早日实现自己的致富梦想。林先生，您的话真的太让人感动了，也给了很多创业者信心。相信您的事迹一定会激励更多的人投身乡村振兴，一起走上致富之路。谢谢，我也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让更多的人受益。采访结束后，县电视台连续几天播放了我的创业事迹，吸引了不少外地的养殖场，纷纷慕名来我的机场，向我请教养殖经验。在县领导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我牵头成立了生态养殖合作社，主动吸纳村里和周边村庄的养殖户加入，打破了以往各自为战的局面。林默，我们加入合作社之后，真的能享受到统一的鸡苗、饲料和技术指导吗？销售也不用我们自己操心吗？大家放心，只要加入合作社，我会统一给大家提供优质的鸡苗和配比科学的天然饲料，全程提供免费的技术指导。不管是鸡群发病、饲料配比还是养殖管理，只要大家有问题，随时找我，都会一一解答。销售方面，大家更不用操心，合作社已经和各大超市、餐厅、线上平台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我们统一收购大家的鸡蛋和鸡肉，统一销售，保证大家能卖上好价钱，不用再担心销路问题，也不用被收购商压价。太好了，林默，我们早就想跟着你干了，就是担心自己技术不行，销路不好。现在有了合作社，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以后一定好好跟着你，把鸡养好，一起赚钱。谢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合作社是我们大家的，只要我们齐协力，互帮互助，用心做好生态养殖，坚守诚信底线，就一定能把我们的生态养殖产业做得更大更强，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好，跟着林默干，一定能发财。我站在合作社门口，看着眼前热闹的景象，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远处的鸡场里，鸡群的叫声此起彼伏，仿佛在诉说着属于我们的致富故事。